感覺沒了，可以再愛一次嗎？手機螢幕亮起，是另一半傳來的訊息。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飯？你看着那幾個字，心裡毫無波瀾，仿佛是主管發來的會議提醒。你沒有生氣，沒有高興，也沒有特別的情緒，只是淡淡的，哦，我們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？你心裡這樣問，卻沒有說出口。說出口又能改變什麼嗎？感覺沒了，這是一句多麼沉重卻常見的話。在婚姻初期，那些怦然心動、說話說不完的夜晚，為對方驚喜而興奮的日子哪裡去了？現在的你們也許還住在同一個屋檐下，卻像在平行宇宙裡的生活，沒有爭吵，卻也沒有深談，沒有激情，也沒有期待。當初說好的白頭到老，怎麼變成了平淡到麻木？當愛的感覺沒了，真的還可以再愛一次嗎？這一刻，我們不談技巧，而是要一起進入一個核心問題：如何在信任破裂或感覺冷淡之後，重建那看似失去的連結。原來感覺不是問題的開始，而是結果。很多人以為婚姻變淡是因為感覺沒了，但感覺真的會自己消失嗎？讓我們來看一個真實案例。維德和紫薇結婚8年，一直被朋友們稱為模範夫妻。他們幾乎不吵架，生活穩定，家裡常常充滿孩子的笑聲。然而某天，紫薇突然在朋友聚會後獨自開車到海邊，一坐就是5個小時。她說，她不是想離婚，也不是有什麼問題，她只是突然意識到，她感覺不到自己還在被愛，也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愛着維德。其實紫薇的這種麻木感不是一夜之間來的，那是長年累月被忽略的小失望堆積起來的結果。每一次維德低頭滑手機，沒聽他說完話，每一次他疲憊地為孩子忙碌，卻沒得到一句你辛苦了。每一次他想靠近，卻被理性冷處理。這些碎片般的小落空，像白蟻一樣，一點一點啃食了他們的感情基座。感覺沒了，不是問題的開端，而是警訊的最後一聲警報。信任破裂不一定是背叛，有時是無聲的缺席。人們常把重建信任聯想到外遇、背叛等重大事件，但其實很多婚姻裡的信任破裂都是靜悄悄地發生的。另一對夫妻志豪和美君並沒有任何戲劇性的衝突，沒有出軌，沒有冷戰，沒有失控爭執，他們甚至每天都還說晚安，只是越來越公式化。有天，美君說出了她心裡一直的話：我覺得我在你的生命裡好像越來越不重要了。你對工作有熱情，對孩子有耐心，對朋友有幽默，但我只剩下責任的那一塊。志豪嚇了一跳，他自認是個有責任感的好老公，但他沒發現，美君需要的不是他的責任，而是被放在心上的感覺。信任不只是你沒做錯什麼，而是你還在乎我嗎？你心裡還有我的位置嗎？信任的裂痕往往不是來自劇烈的傷害，而是來自日復一日的忽略與遺忘。而這樣的破裂更難察覺，也更難修復。修復不是回到過去，而是創造新的未來。很多夫妻在關係出現裂痕時會說，我們能不能回到以前？但事實是，你們回不去了。就像摔碎的瓷器，即使再怎麼拼湊，也不會完全如初。
但這不代表破裂就是終局。這時候，破裂反而讓我們有機會打破舊有的模式，建立一個更真實、更有連結的新關係。心理學家指出，一段關係真正成熟，不是回到熱戀的甜蜜，而是進入到一種有意識的親密。你知道對方的缺點，卻仍選擇靠近；你知道你們的距離，但仍願意用行動搭橋。愛不只是感覺，而是一種選擇。而當你選擇愛的時候，就等於選擇讓那份感覺有機會回來。重新連結，從看見開始。那麼具體要怎麼做呢？不是透過送禮物製造浪漫，而是先從一個最基本也最被忽略的動作開始，看見對方。有一位婚姻諮詢師說過一句話，讓人印象深刻：很多夫妻不是不愛彼此，而是已經不再看見彼此。什麼是看見？是看到他今天累了一整天，主動幫他洗碗，而不是滑手機等他叫你。是注意到他這陣子壓力大，不催他說話，只默默陪伴。是看到他新的髮型，願意說出你今天很好看。是他講了冷笑話，雖然不好笑，還是陪他笑一笑。當你看見一個人，你給他的不只是注意力，而是價值感。你是值得被我看重的。這樣的連結是重新點燃愛的火苗的第一步，不是誰先變了，而是誰先停下來。很多婚姻卡關的時候，雙方都在等，你先改變，我就回應。但這樣的等待，通常只會讓兩人越走越遠。當感覺不在，信任薄弱的時候，如果你願意先停下來，看見對方，聽見他的渴望，理解他的痛苦，那你就成為改變的起點。一對正在修復關係的夫妻說，我們不再問你為什麼不一樣了，而是開始問我怎麼可以讓你感覺被愛。這不是委屈自己，而是勇敢成為連結的橋梁。結語，感覺沒了，還可以再愛一次嗎？是的，愛不是一種偶然的情緒，而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。當你願意重新看見、重新理解、重新連結，那份曾經的愛，也許樣貌不同了，也許不再轟轟烈烈，但它會變得更深、更真實、更堅定。你們不需要回到過去，而是可以一起創造一個更值得期待的未來。婚姻重建不是短跑，而是一場長距離的同行。當你們一起走過這段看似無感的路，你會發現愛的感覺會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回來。